海龟啊？我刚才碰到螃蟹哦。今天破学一家呢要来挑战阿朗伊古道行。阿朗伊古道可以从台东县达人乡的南田入口，或是从屏东县牡丹乡的旭海进入，是采 A 进 B 出的方式进行。这次我们选择南田入口进入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影片当中再跟大家说明吧。现在就和我们一起来踏访这原始古道的面貌吧。我们先来到阿朗伊古道。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向导李顺发李大哥，他可是一位生态专家哦，相信这趟旅程一定非常的有趣。证件有带吗？有。好，我们要走。我觉得我们先超过那个游览车团队。哦，对，好，我先走，先走。这边是车子到这边。要等10分钟。10分钟进保留区。林头树的果实。哦，林头树哦。那这个是它的叶子。我们现在在阿朗伊古道。阿朗伊古道它有2个出口，一个是北边的南田，一个是南边的旭海。好，那你可以从南边走到北边，也可以从北边走到南边。不过现在阿朗伊古道你进来都要申请，我们是要到阿朗伊古道的保护区的网站去申请，而且它有规定说，一定要有导览员带你进来。好，那每个导览员最多只能带15个。所以我们看前面后面都是好大的旅游团。那我们这一组，我们这人就自己小小的一团，那就申请一个导览员，让我们进来这样子。那他说从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到真正保护区入口，大概要走个10分钟。我们现在就要走这一段。我们现在走的呢，就是干枯的塔瓦溪，也就是屏东和台东的交界处。我们越过了塔瓦溪之后呢，也就表示我们来到了屏东了。这是原本的阿朗伊古道的检查站，但现在废弃，现在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那我们在恒春半岛的东北角牡丹乡的东北角。等一下上到后面那一座山的半山腰看下去，那这里就是前面那一条溪塔瓦溪。刚才李大哥跟我们说，今天因为风太大了，所以鸟类大概都不会出现，然后因为浪太大了，所以海龟也不会出现。这是懒人树的果实，只要猴子、松鼠都会吃。这个已经很熟的了，这个很软，你闻看看，很香。外面是一点肉而已。对，那个肉蛮好吃的哦，会甜，会甜。有点像香蕉的味道。哎呀，你如果不在意，其实你稍微洗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好香哦！手给我。好厉害啊！好厉害，好可爱哦！脚这是后脚啊，昆虫要有几只脚？对啊，我就做因为它后脚最粗啊，所以我就做后脚就好了。因为它是用后脚跳的啊，所以后脚最粗。碰气的球那个松鼠的，它不是家，是有小松鼠的时候做的。那松鼠是没有，松鼠平常住的地方就是住树上而已，不会做这样的。哎，对。然后我们今天走大概7公里，7公里。然后我们进来的大约1公里。我已经走1公里了，恭喜你们在6公里。走这1公里最好走啊。我们现在到了阿朗伊古道的检查哨。我们刚才说，现在竟然都要做申请。好，那实名制。你申请几个人，每个人的证件资料都要带过来，才可以进来这样。一进来就是这边就是要南田地滩，都是石头路。
然后现在就一个椰子稻草人在这边帮我们指路，还蛮可爱的，不错。今天风很大，但是很舒服。这些历史都是海浪推上来的，全部都是海浪推上来，然后堆叠而成。这里特别的地方，因为全部都是这种石头路，所以走起来都会有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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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。这是李大哥的新法宝——树叶笛子。随着海浪的拍打，礼堂上也堆积了不少垃圾。虽然每年都会有一些净滩的活动，可是清除的速度往往都赶不上制造的量呢。古道虽美，但是垃圾真的还不少。这一段通过不要停留，在爬坡之前这一段不要停留。好。这边都弄不走。对。然后我这边会有落石，我们赶快走过去。好，我们走完第一段立滩石头滩已经走完了，接下来要走第二段。第二段是观音亭山，就是里面唯一一座要爬山的地方。因为这边没有路可以直接过去，所以我们就要高绕过这一颗山。有海龟啊！长得很像石头的海龟。海龟石，真的。这是螳螂的卵。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从北端的南田出发，然后到南端旭海再结束？我们刚才说两边都可以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呢？我知道。顺风，好的，另外一边的话就会变成逆风。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4月来走，然后这个季节来走的话，因为吹东北风，那你往这个方向走的话，其实是顺风的方向，而且也不会太热，因为它这边其实没什么遮阴，都是走在海岸线旁边。全程的7公里，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坡度，都好走，唯独只有一颗山头要爬山。那这颗山头呢，比较靠近南田北端这一边，所以如果选择从北端进来的话，趁你还有体力，赶快先爬山，爬完这一颗山后面就好走了。但是你如果从南端往北走呢，你已经走完3个小时、4个小时了，没力了，最后需要再爬这一座山，你就辛苦了。看这边的植物好漂亮。今天还不错，没什么大太阳，而且风很大，所以蛮凉爽的。为了高绕观音鼻悬崖，我们爬了全程最辛苦的一段路，俗称的硬汉坡。但是其实也就这么小段的爬升路段，后面几乎就都是下坡喽。第1名。我们已经登上山顶了，接下来就要往下走。其实有点累，还是累的。不过今天真的是天气不错，没有大太阳。阿朗伊古道也就是秋冬，因为真的没有太阳，那风很大。来不来？这时候，李大哥又发现了一个新东西，是一颗小小黑黑的东西，放到利友的手上。那个是药材，中药店里面有卖，叫望月山。下面有个树林，会比较会没有风的。上到观音鼻之后呢，几乎就都是缓下坡路段了。中间大约有2处比较平坦的地方可以休息，
及欣赏风景。途中，我们进入了一段唯一的树林区，接下来就是陡下的好汉坡，再度回到我们的海边。而我们现在就是要到其中一处平躺处休息。走着走着，现在要到了树林里面、山林里面。那目前每一段的景观都不太一样。我们走过了一片砾滩，然后再登上了观音亭山，然后下了观音亭山之后，现在又走到山林的小路里面。可是这边有遮影，这边是算是里面比较少见有树荫的地方，蛮好玩的。我们来到了七里香园休息区，这里有一棵100年的七里香树。我们在休息区吃了点心，补充一下体力，休息再继续往前探险吧。现在11点半，刚好走了1个半小时，来到这个休息区，这很漂亮，这是适合休息的地方。棒。哇，头好大，你看我头发，没有，我头发太短了。叔叔跑来吹电风扇，你要当电风扇吹叔叔。然后重点是他要怎么下去？慢慢放电它就会下去了。然后他自己跳上来，他自己跳上来的。他自己跳上来。休息20分钟，赶快追紧出发。这出来风景展望超好的，今天浪很大。下切了观音笔之后，我们回到了砾滩。因为有台风的外围环流，台风没有来，但是外围环流有来。台风外围环流，所以整个风跟风浪非常大。接下来就是挑战路段，我们要算准海浪的时机，快速的通过。等一下。好，所以要等浪下去之后。往前跑！我刚才吃很多了，所以你在这边等我，我去救他们。弟弟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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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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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恐怖啊！我的脚鞋子就全湿了。天哪，那个浪也太恐怖了吧！爸爸先啊！正在涨潮哦。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而且又遇到了涨潮，可说是一趟惊险又刺激的旅程啊！才一半，还有很远呢。对啊。我们预计现在是12点半，预计会走到2点半、3点。那真的很久哎。
一就是看到很美的天空，然后海岸线，但是热到爆炸。要么你就是像那种凉爽的走，但是东北季风强到整个都快被吹到东倒西歪，然后浪又大的要命。我们走到这里，终于有像沙滩的海滩了。这是终于踩到沙子的感觉。哦呦，那个海沙被风吹过，打到身体上好痛。You told me there'd be better days, and nothing that can pull us under. You wanna take the pain away. 我们刚才走完沙滩，现在又走到了树林里面了，也就是每一段一直在变化。现在这一段有在亚马逊森林里面的感觉。I know you know, so I would hold. 这个洞是他挖的陷阱。那如果蚂蚁这样子爬过去，它就会喷沙子，那蚂蚁就会往下滑，然后就被它抓进去吃掉。那我这个就是假装蚂蚁在那边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种蚁狮的幼虫。蚁狮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手。不要，来啦！来。你的手，这里去老师。会不会痒？在这里。我这只啊，它会去抠你的手，因为它往下钻，它用屁股往下钻。不要。会痒哦，会痒。你要那一个吗？会哦。还好啊你的沙子够多的话，应该还好啊，妈咪，真好看。什么啊，妈咪？弟弟拜拜。我们现在是1点半了，已经走了3.5个小时，所以有点累了。接下来继续这一段是草比人还高的芒草区。这是中药材，对啊，兔子大便啊。叫望月沙。哦。从这里爬过观音溪，哦，石门仔溪，掉到水里，然后刚刚坐在这边休息。哦，干溪，现在是羊仔溪涵管下面，对，这边保护区算已经到这边，大概还有1公里到社区这边，剩1公里。是保留区到了，但是车子对，对，要到社区那边。大概在1公里。这个5公里，这上面也大概有1公里，所以5、7我们在走。哦，海岸线上突出的，如果突出的就会叫这边是这边有显示这一块是牡丹皮，这个突出啊，这个突出。通过了续海检查哨，也代表了这趟阿朗伊古道行将进入尾声。接着，我们走到了续海社区，等待着接驳大哥带我们回南田的路口。这一次的古道行，我们走了将近4.5个小时，体验了多变化的阿朗伊古道，天然不受破坏的美景，保留最原始的样貌，等着你来亲身体验。出发前别忘了要上网登记入园许可，所有的相关资讯，请看下方的资讯栏。拜拜。